曾几何时，我们都以为只要努力、真心待人，就能换来回报与真诚。可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那些你倾心相待的人，却悄悄在背后说你的坏话；那些你愿意帮助的人，反而视你为理所当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忽略了人性。你吃亏的原因，往往不是因为命运不公平，而是你根本没有看懂人性这场隐形的游戏。现实并不总讲道理，它讲的是筹码、权衡、策略与心理。现实世界潜藏的真相与人性定律：一、人前祝福，人后疏离。成功的真相，每当你脱颖而出，别人嘴上说恭喜，心里却在拉距离。成功会让你和从前的朋友产生落差，那些原本站在你身边的人开始不安、嫉妒，甚至反感。不是你变了，而是你的位置改变了彼此的关系。小珍原本是办公室最合群的同事，大家一起喝下午茶，抱怨主管团购零食。后来因为他能力出色，被主管提拔成了组长。从那天起，他变得无形孤立。他说的话被其他同事当成是拍上司马屁，以前的要好同事也不再对他分享真心话，甚至在背后说他现在高高在上，看不起我们了吧？小珍很无奈，他没变，态度也没变，但因为他升迁组长变得更好，却失去了原本的同事圈子。当你升高一层，你不需要背叛谁，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开始疏远你，不是你错，而是关系随着位置自然转变。二、当别人说我再想想，其实他已经给了答案。这句话听起来有余地，其实是拒绝的委婉说法。别再自欺欺人的等待，懂得及时止损的人才是成熟的表现。因为多数人不想正面冲突，只想用模糊的语言让你自动退出。三、你总说随便，世界就不再为你让步。你说随便，最后决定不满意，你还是得照办。你以为在表现大方，其实是在放弃主导权。这不是无所谓，而是不负责任。久而久之，你的意见将被忽略。小云和几个朋友计划出国旅行，大家讨论行程时问小云，你想去哪里？小云心想，反正去哪都差不多了。于是他回答，我都可以，随便啊，你们决定就好。结果朋友们决定去滑雪，他虽然怕冷，也不喜欢户外运动，但还是没说什么，默默配合。到了当地，每天气温零下，他不敢滑雪，整天躲在民宿里看别人玩，行程安排也都是别人想去的景点，他几乎全程没兴趣，只能假装开心合照。回国后，他开始觉得朋友好像都不懂他，甚至有点不甘心，觉得这趟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旅行。但朋友说，当初是你说随便的，当你说随便，你不只是放弃了决定权，也把风险交给了别人。当结果不如预期时，你很难发脾气，因为错不在他人，是你自己不表态。随便是一种推卸责任，也是一种自我消耗。表面好说话，实则让自己无法说不。当你不发声，就要接受别人替你做的选择。朋友开始不在乎你意见时，想想是否是自己过去太常说随便，你都可以。四、帮助别人是美德，但别帮上瘾，帮过头。有些人不是没能力，而是懒得努力。一旦习惯你的帮助，就会把你的好当成应该。帮人要看人，不懂感恩的，不配你耗心力。阿成在公司是出了名的好先生，谁有问题找他帮忙，他从不拒绝。有一天，同事嘉阳的报告出问题，临时求救的跟阿成说，拜托你帮我改一下，时间不够了。阿成二话不说帮他补救，对方很感激。第二次，嘉阳又说，你比较会排版，帮我弄一下简报了。阿成又帮了。第三次，嘉阳请他帮忙对客户资料，他一样照做。到了第四次，嘉阳又来说，成哥，今天我真的赶不出来，报告你帮我写一下。阿成这次婉拒的说，不好意思，我自己也忙不完。结果嘉阳当场变脸，这一点小忙都不帮，
你平常不是都帮我？阿成愣住了，他才发现自己不是在帮忙，而是被当成理所当然。帮人是一种善良，但帮过头却会让别人失去感恩之心。你帮的次数越多，别人越不当一回事，甚至反过来责怪你，这次怎么没帮？5. 吃亏从来不是一种修行，而是让人得寸进尺的开端。别让人误以为你可以一直退让。当你总是低头，别人只会认为你理所当然。真正的智慧是懂得在对的时候据理力争。6. 公平不会自然发生，它只存在于你有足够筹码的时候。别再纠结于对与错，这个世界关心的不是公平，而是谁能掌控局势。当你还在抱怨时，聪明人早已找到自己的出路。阿志与小雨同为公司新人，但命运迥异。小雨因为是部门主管郑芳的朋友，不仅顺利进公司，还在部门里有特殊关照待遇。郑芳不仅给小雨新的个人电脑，还安排资深工程师全程指导小雨，要求同事们多多协助他，让小雨工作起来如鱼得水。反观阿志却在入职后屡屡遭受正方主管的刁难，不仅得不到任何额外支持，电脑还需与他人共用，还经常被指派难度高又吃力不讨好的任务。但阿志并没有因此气馁，他认为公司的整体环境与发展都很好，不该因为一个主管的偏见而选择放弃。他默默努力，勤奋工作，展现出了卓越的专业能力。同事们都将他的付出看在眼里。到了年度晋升时，毫不意外的主管郑芳优先提拔了好友小雨，而阿志却被忽略，这让同事们私下为阿志的不平待遇感到惋惜。机会终于在一次重要专案会议中到来，阿志的创新报告吸引了更高层的林经理注意。林经理惊讶于这位资浅员工对公司产品的洞察力和提案创意。随着郑芳主管在部门中对人不对事的行为越传越广，加上其主管本身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，公司高层最终决定资遣郑芳主管。郑芳主管离开后，阿志不再受到不公平对待，凭借自己的实力获得了更多机会，也赢得了高层的重视。只有在你有能力时，才有公平。7. 有空吃饭是句礼貌，不是承诺。它是人际关系中最无痛的敷衍方式。听听就好，真的想见你的人会直接约时间、地点，不是一句模糊的改天。别浪费等待，行动才是诚意。8. 不八卦是一种自我保护。你在背后说了谁，终究会传回去，即便是再亲的朋友，也可能在不经意间泄露出去。社交中的安全距离就是嘴巴紧，话说少。小山在公司跟同事祖威关系不错，两人常一起午休聊天。有天，小山在茶水间随口说了句：“你有没有觉得主管最近很情绪化？昨天他开会竟然拍桌子爷，我都吓一跳。”小山只是抱怨一下，没想太多。没想到几天后，主管突然对他态度冷淡，甚至在会议上刻意忽略小山的提案。后来才知道，祖威无意间跟另一位同事闲聊时提到那段对话，结果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后流进主管耳中，还被添油加醋成。小山说主管脾气差，管理无能。那一刻，小山才明白，不是所有的话都能说，尤其是在职场里，你说的是发泄情绪，别人听的是把柄。9. 当你有钱时，世界才会温柔以待。凌晨2点，你站在 ATM 前，卡里只剩3位数，你不敢打电话向家人开口，也不想让恋人知道自己的窘迫。此刻你突然明白，这个世界上，钱不是一切，但没有钱，万事难成。没钱时，你哪里都要让；有钱时，你才有选择权。不是钱最重要，而是没钱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没有。当你有钱时，你的话变得有分量，你的缺点被称为个性，你的沉默是深沉，你不说话也是有内涵。但当你一贫如洗时，一切都被放大检视，你的沉默是没能力，你的热情是讨好，你说的话都不被当回事。当你没钱，
连你说的真理都没人信。当你有钱，你说的废话都有人点头。免费的其实最贵。凡是标榜免费的背后，总有人在精密的设计交易机制，不从你口袋掏钱，就从你身上取数据、时间、注意力。阿信是一位想创业的上班族，某天在社群媒体上看到一个广告，限时免费线上课程，教你打造年收100万的被动收入模式。他心动的报名了。开课当天，老师口才一流，说的热血沸腾，一直强调知识应该免费分享。阿信越听越觉得受用，直到课程尾声，老师突然丢出一个链接，如果你真的想成功，今天只要19000，加入我们的精英计划，让我们手把手教你，名额只有20位，错过就没有了。阿信觉得都听一半了，不买好像很可惜，于是立刻刷卡。结果加入后才发现里面只是重复内容加几个档案，根本不值那个价。他这才醒悟，免费只是开端，后面才是收割。你的秘密应该锁在心里，永远不要说出去。很多伤害不是来自敌人，而是来自曾经最信任的人。真正成熟的人知道什么能说，什么必须沉默。小薇和小婷是从大学就认识的好朋友，无话不谈，连恋爱、家庭的烦恼都会彼此倾诉。毕业后还在同一间公司工作。某天，小薇鼓起勇气告诉小婷一个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：我爸欠了很多债，家里正在卖房子顶债，我压力很大，快撑不下去了，拜托你别告诉别人。小婷当下拍拍他的肩膀说：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但没过几天，小薇就发现部门几个同事在背后窃窃私语的说：你知道吗？小薇家破产了，难怪她最近看起来那么憔悴。她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心凉了一截。她没再去质问小婷，只是从此不再说一句私事。最大的伤害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，而最深的教训就是那一次你说的太多。信任很珍贵，秘密一旦说出口，就不再是秘密。人心是这世上最难参透的东西，它不写在脸上，不说在嘴里，而藏在细节里、行为中、利益背后。当你懂得这些规则，你会发现，原来很多痛不是命运给的，而是你看不懂世界的代价。因为当你懂得保护自己，你的善良才不会变成廉价。愿你在看清人心后，依然选择温柔、坚定而勇敢地走下去。